嘿，大家好，我是 Ason 啊。那今天呢，我們終於對，又是終於來到這個實況組挑戰週的 Day 8。雖然是挑戰週，但是我們已經超過了7天了，所以是挑戰週 Extra。對，那今天呢，我們來到這個第8天。對，那其實這個系列還有多久才會完結？那粗略估計應該是 Day 11，對，就會完結這個系列了。那到了天之後，如果大家記得的話，我前天還是昨天提過 ，Day 11就是最後一天，會有一個非常之特別的那個對手來進行那個對戰了。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期待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裡面猜一下那個人到底是誰啊？那我相信這個人也是你們認識的一個人，對，就是眾所皆知眾所周知的一個人啊。對，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或者在那個留言區裡面猜一下這個人到底是誰呀？對，那一段時間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這次打這個對手又是我們前幾天打過的對手，最有名、最多訂閱的那個 Lost Saga 實況組 Adam。對，就是我們這次又是打這個 Adam 那我們這次就會比上次更小心一點，看我怎麼用一個更小心的方式來跟 Adam 來這一場比賽。对，那已經來到這個第1局的尾聲了。那其實剛才好像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前面已經有一個小小的剪輯，就是把一些中間的部分剪掉。那部分是什麼？那其實那部分就是 Adam 在跟我聊天，那個部分的話，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 Adam 那個頻道看那個當天我跟他直播聊什麼。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一下。對，那我就把那部分因為比較無聊，我就把它剪掉了。OK， 那不影響之後的戰鬥。那所以的話，我們就繼續看。OK， 這邊的話抓到，那就這邊打不上去，是因為前面我已經接過一套黑馬 combo， 而且是沒有把它打倒在地下，所以是接不到上去。OK， 這邊的前面點隱形衣服 ，OK， 這邊的就是有時候你硬直過大怎麼辦？就是他剛才如果很明顯他是用那個披風來抓我的那個超重硬直那有時候如果你的硬直過大，你有什麼避免的方法？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其實這個遊戲就是抓大家硬直嘛，就是我抓怎麼打什麼聖獸什麼梅菲斯特那些都是抓对面硬直，那他們怎麼打我的超重也是抓我的硬直。總之這個遊戲離不開硬直這個東西。那有時候超重有時候問我為什麼會裝這個披風，其實很大原因就是我要解除我的硬直，就是讓我的硬直沒那麼容易的預測到。那剛才那個隱形衣服也是同樣的功能就是我明明那個剛才是很明顯是有個硬直讓對面抓到，那我直接用這個隱形衣服解除我的硬直，而導致 Adam 誤判了我的那個躲避跟攻擊方式那就拿下剛才那局。OK， 拿到這個第2回合，那已經來到這個技能階段了。那技能階段也是小心打這個阿澤，因為阿澤這個英雄就是我之前所說超雄加黑馬的 combo， 就是阿澤抓到你一次的 combo。那當然了，這個阿澤已經 nerf 了，在韓服裡面。那根據一個韓服的玩家跟我說，在留言區跟我說，他說原來這個阿澤的能量球 nerf 就是這次的 nerf 主要就是那個綠色能量球嘛。那他說這次那個 nerf 是十分之顯著的。那我暫時還沒看到一些影片那他說的話基本上就因為韓服玩家嘛，都是當本地已經體驗過的玩家，其實他的說的話應該也是挺可信的。那我們就可以先記着，那我們以後有機會的話就驗證一下。對，那這邊的話我已經叫了 SDR， 那這邊的話要非常之小心，因為雖然是前面打得多好也好那只要後面你錯失一步，就讓他直接把你殺死，這個是經常發生的一件事。錯一步，那基本上就完蛋，就是這樣，你錯了一步，那你直接就死了，就是這樣。所以的話，打技能階段，如果你是新手也好，老手也好，你要小心一點，就是不要犯任何的錯誤。
或者是減少你的錯誤。對，在這邊的話來到這個第3回合啊，非常是刺激啊！就是其實打這種高端比賽、高端局，所有東西都回歸原始的狀態，就是你誰錯誤比較小，那你就是那個戰鬥的一個大贏家，或者是那個勝率比較高的一個人啊，這點要好好的記住。這個也是我打了這麼多競技場所領悟到的一點了。對，那這邊的話來到第3回合踢下去 ，OK。那技能階段跟那個基本功階段有什麼區別？那其實就是基本功階段，你的那個行動可以更大膽一點，因為基本上沒有技能可以把你抓死，因為基本功階段就是沒有技能的階段嘛。那所以說你的行動可以更大膽一點，就是例如說我的話，我就會更頻繁的使用黑毛 combo， 或者是那些宇宙尖兵把人射跪那種比較高傷害的 combo， 這就是我的基本功階段常用的一個計策。總之，簡單來說，大膽一點進攻就行了。那基本上已經來到技能階段，那我們就可以比較收斂一點，就別那麼容易衝過去，或者是做一些大膽的一些行動啊。例如說這邊的話，它就很明顯就比較大膽一點。那我們的避風還沒有，哎呦，可惜。那這邊的話我就完蛋了。基本上這邊的話，我的血量還有一半。那他的話是 OK， 那這邊消極的話呢，基本上我就這局就沒有了。那他再給我毛筆，那這個 combo 其實也是蠻痛的。那但是我是有這個防禦熊，我防禦熊好像200多防禦吧，那就可以再抵一下。OK， 這邊的話直接讓他從半血打到差不多接近零血。OK， 這邊就是你錯了一次而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很常發生這一點，所以的話也是那句，減少自己的犯錯。對，這邊的話 OK， 來到第4回合，那第4回合的話也是一開始基本功階段先衝過去，跟以往的打法一樣。我們超雄玩家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就是咬着对手不放，不停地衝過去，不會衝過去，不停地咬着對手來追着來打，就是我們超雄玩家要做到一個事情。因為我們的雖然這樣說，雖然超雄戰士，如果你練到一定程度的話，其實他的那個追打能力就是滾雪球能力啊，是非常之厲害的。那當然了，前提是你要做到這一點，就是你要練到超雄跟 spawn cam 或者是 air dash 抓的那個技巧練到非常成熟，你才可以做到滾雪球的功能。不然的話，超雄戰士只是一個會跳起來抓的英雄而已，沒什麼特別。對，所以的話，也是昨天所說，如果你沒有實踐的話，不要用超雄，你會非常非常之痛苦。對，這邊的話聊到技能階段了，那我已經看了 SD， 那這邊的話嘗試。OK， 嘗試抓他一下。那這邊的話，其實剛才鎖鏈術士雖然很厲害，就是他很容易把那些地下人抓起來。哎呦，這邊的話他失誤了。那這邊的話就抓到，那直接給他拉起來，然後偷技能。偷技能這個舉動啊，其實自從他更新，因為以前是可以偷2招嘛，最多就是可以比較高風險的得到一個很大的收益，但現在已經做不到，因為現在只能偷1招。那只能偷1招的話，那基本上它的那個功能就是突襲，把對面的那些技能來個交換而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用途了。那所以的話，我的用法就是，如果我抓到人的話，我會嘗試用那招來賭一下，能不能把人的反裝偷掉，或者是最好是偷到披風。那這邊呢，如果這樣的話，所以呢，這個小偷披風現在的功能就是這樣用，就是嘗試把對面的一個披風削掉。不過你現在已經是拿不了披風了，但你可以把對面的披風削掉，那就是一個賭注而已。对，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那剛才他已經被我的重力壓死了。OK， 來到第5回合就最終回合，那我們秉承着一貫的打法。這邊打下去 OK， 那如果這邊的話交錯的話，他就是他防禦，然後你打他防禦，不停地重複這個步驟，直接用那個 breaker 破局，來一個破板，一拳打下去，那就可以把這個局勢打破了。OK， 那這邊的話可以，那個不錯啊。那技能這邊的話我，哎呦不錯。那他用這忍者 SD 把這個技能優勢
就本來是屬於我的就拿回來，就做一個打平的狀態拿回來。OK， 那這邊的話兩邊都沒 SD， 那這邊的話就看誰抓到誰的優勢就會比較大。那其實啊，你看那個血量它是比我小一半，但其實啊，這個只是參考用，就是那些比較也是高段的局啊，技能階段就可以把，就算血量優勢有多大，你只要抓到對面一次，對，抓到對面一次，你的血量就會讓對面拉回來。那這邊的話，可惜啊，但我不用擔心。那這個血量的話是可以撐，這邊為什麼他打不到我上去那個毛筆？是因為啊。他剛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他剛才上一次用那個毛筆是沒有把我打在那個地下，是直接把我打去掉下去，那他就不能再切我第二次，除非我倒地。對，那剛才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他打不到我上去。那 OK， 那剛才也是示範了一次怎麼避這個魔彈 SD 啊，直接掉下去附近，然後讓他射下去就行了。OK， 這邊的話那個優勢我就拿回來了，雖然讓他消了一次技能。OK， 不錯不錯。那這邊呢，再 spawn cam 1-2次，他應該就可以啊，射到我。那這邊的話，他就把那個優勢拿回來，暫時。這邊我嘗試再抓他一次，OK， 抓到。可以。那他應該沒反轉了。那我真的最後再抓他一次，他就死了。OK， 這邊小一點，我有頭盔 SD。OK， 這邊的話我還有披風啊。失手試試，披風開。可以抓到，那他應該完結了。OK。最後的話記得訂閱一下，謝謝。